医生说了，你暂时只能吃流食。你不要瞪着眼睛看着我好不好？好像把你家宠物吃了一样。反正在医院里，什么好吃的也吃不出味儿来。你这么理解就很正确。但是，再灌几次吃涮羊肉，味道好的呀。算你有良心。哎，你今天怎么自己不去现场跟那些记者介绍介绍？我跟你说，你呀要学会经营自己，也叫宣传自己。经营。我们干科研这一行的，就是要把数据弄精准。我真想不出来，你们家总务时当着记者的面口若悬河，能经营出什么来？再说我们家孟石，我也不想提他。说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吃了火腿肠，其实你吃的是苔藓。那东西给你吃，你能吃吗？就算你会吃，就你那小细枣，你咽得下去吗？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就是我的胃比你好，比你抗造。再说那种极端环境，我们俩谁挂了，另外一个都活不下去。哎呦，饿呀！相克相生。爸，孟石身体还没康复，你多照顾他一点啊。他现在正在照顾他女朋友，你就少操这份心，啊。这么晚了还不睡，跑到这儿来了？睡不着啊。是不是也买了陆川的股票了？没有，但我的命运跟明天的股票联系得很紧密。你是怕再这么跌下去，我滚蛋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吗？是。你倒是不遮掩。滚不滚蛋的，我说了不算。明天股票涨不涨，我也说了不算。我只能是尽人事，安天命了。人事，人要没了，哪还有什么事啊？无论是明总还是什么外来的和尚，陆川这辆车都不好开。你今天的话说的太多了。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了。可我不想永远待在月亮背面。那里找不到阳光。来睡觉的，睡觉能解决一切问题。
那和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我按呼叫铃了啊！哎，行，我把这灯关了还不行吗？你还干嘛呢？我刷刷手机，换换脑子。你说，我是不是还挺重要的？董事长专门过来给我送了鲜花，还有红包。不是你重要，是股票重要。你这人会不会说话呀？董梦石也会这么说的，实话而已。对了，他怎么没来陪床啊？是我在这儿，他不好意思啊？是我没让他来，人家腰伤了。再说了，他还有正事要干。他能有什么正事儿？他来这儿不就是来负责陪你的吗？你这人真是，我跟你说你，情商堪忧。我把那帘子给我拉上。你要喝水吗？不喝，我把帘儿拉上。拜拜。那叫晚安。回到了丽莎，回到了布达拉。你从美国回来这么久，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开心。那是，一会儿要给你换单间，你说我能不开心？单间啊？我什么级别住单间谁报销啊？公司啊，董事长特批的。我真的这么重要？那当然，要不董事长能专门为你飞一趟。可是魏成说他是因为股票来的，他说你也会这么认为。打住啊！哎，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能不能不提他？我没那么大度。给我的。谢谢。你能帮我把数据导过来吗？那个，我问了修手机的师傅，他们说损坏的有点严重，恢复不了了。哎呀，你就用这个新的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走，带你看看你的新单间病房去。董梦石，你凭什么发布实验数据？那些数据我还在整理当中，你随随便便弄了一些数据欺骗大家，难道你的博士论文也是抄袭来的吗？你要不是坐在轮椅上，我早就揍你。我要不是坐在轮椅，松开我，你就挨揍。别吵，怎么了？自己看。这是你写的吗？魏成啊，你怎么不看看今天陆山重工的股票行情呢？关我什么事？我在跟你谈科学的真实性。我跟你说的是生活的真实性。哥，是涨了。走开！是，你的数据小数点或多一位少一位关乎你的名誉，但我的数据关乎的是公司的未来。虽然跟你的有点差异，但今天公司股票涨了，这对于戴着 ST 帽子的陆山，对于董事长意味着什么？你不懂，因为你从来就衣食无忧。这是两回事。这是一回事。好，那我马上公布真实数据，澄清真相。你去，你赶紧去！魏成让陆山重工的股票从涨停到跌停里，真伟大，真无私。我告诉你，大家愿意看到的真相才是真相，涨停就是真相，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真相就是假象，跌停。董梦石，你杜撰数据总是不对吧？我没杜撰。那你数据怎么来的？
你们每一次试验，燕子都拍照发给我。别忘了，我是工程机械博士，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做出前瞻性的预测还是会的。张斌，把我们的数据给他们。凭什么？这是我们辛辛苦苦自己干出来的，凭什么给他们呀？我们被出卖了，难道还要求卖个好价钱吗？推我一把。走。你为什么要利用我？这怎么能叫利用呢？我们这是联手。联手干什么？踩着别人向上爬吗？你是这么看我的？你的腰伤我已经问过师傅了，明明就是马岩的责任事故。你为了董事长愣说成设备事故，愣是。我不需要住什么单间，我只记得当年董学霸跟我说过，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改变命运。当初，咱们俩的爱情正是因为这份崇拜而起。可现如今，这份崇拜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魏成身上了？否则，你的新手机怎么会在他手里？这不是我手机。刷你的脸能解锁？你变了，老师。我是变了，不公平逼着我去变，逼着我去适者生存。妈，你怎么来了，妈？我和你爸辛辛苦苦27年把你养大，不是让你到这儿来做卫生，给人家当保姆的。芳菲呀，找男朋友就像第2次投胎，绝对不能出错的。爸妈不能跟你一辈子。董牧石是好，可是他心气太高了。他不会因为金钱和地位心甘情愿的爱你一辈子的，你懂吗？那应该是什么？跟我走。
我把结束变成了继续。邱市长，对于省委省政府停止重工换金融的决定，我接受。哎，同一地点，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你为什么会态度截然不同啊？您看了今天路上的股票了吗？2年多来，第一次涨停。对，止跌我想到了，但是反弹没有想到，涨停就更没有想到。看来股民的目光比我方瑞洲看的要远呢，他们看到了核心技术的真正价值。让你服软认输可不容易啊！我请求您，暂时先不要免我的职，因为现在路上有很多的危机并没有化解。今年年底之前，如果没有脱帽摘星，死相会更难看。我还有事情要做。什么事？把卡陆山脖子的核心技术做到自主可控。我没有想到你的科研态度竟然如此的不堪，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就这样发出去了。你抽股票了没有？说话！对不起。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你要跟你这4年说对不起，跟你父亲说对不起。魏成，在科学技术的道路上，他们喜欢天天打鸣的攻击，但是我们自己要做4年不飞、一飞冲天的雄鹰。哎，哥，不应该有个欢迎仪式吗？你看董博士那样，没说又要什么？一会儿我去趟实验室，你帮我把这些行李拿回去吧。上人家车容易，下车可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刻薄了。我在人家眼里是内奸，我现在赶紧回去把借调结束手续办完，好早点滚蛋。还有保险赔付的那部分，我没有脸要。不要也行，反正我那有正规合同。哎妈，你说什么？凤凰温泉停工了？妈，你别急哈，没准是临时的，什么大检查什么的，啊。妈，你别担心，没事了。哎，
麓山市凤凰温泉老年社区项目因建设管理方拒付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目前已停工，可能存在烂尾风险。专项工作小组已。喂，廖总啊，咱们这个凤凰温泉的工程怎么停了呢？不是，当初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你可是保证过的，我们的资金每年有15%的收益，到了年底公司还有分红，什么意思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违规了是要赔偿的。小包你带上了吗？哎，我收了。快点！哎，你们这是干嘛呀？哎，给你们俩疼爱巢呢。马岩不是跟我师傅闹翻了，离家出走吗？理应我们给你们腾房啊。没事儿，我俩是要买房的。那也得先住在这儿吧？没事，你俩踏踏实实住着呗。我俩，听我说，你现在是伤员，是病号，趁此机会刚好让董博士搬过来，对你进行1对1贴身照顾啊。就这样，走，马岩。走了，踏踏实实住着啊。走吧，送你回房间休息。你搬过来住吗？我算了吧，都是病号，各自疗伤吧。董事长，董事长，坐吧。股票涨了，抽一支烟也无妨。摘帽之前，我戒烟。开会。股票涨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压仓缓冲的功能。今年年底之前，如果我们的主业没有业绩，财务报表不好看，那么到年底依然是空欢喜。下面我谈谈我的想法啊。购买陆山1号的专利，为下一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做好技术储备。陆山1号确实重要，但1年之内呢，根本产生不了效益。有这些钱，完全可以扩大环保机械公司的规模。放弃重工换金融的目的，就是为了聚焦主业，那么就需要我们增加机械方面的研发和生产投入。这就需要大量的现金流。我们在没有摘帽之前，银行肯定是指望不上，所以，我们只能出售环保机械这个板块。魏周同志，你知道今年环保机械能挣多少钱吗？我首次将环保机械定为未来主体发展方向的是2012年，宁总。当时您还在机关呢，但是4年多了，该板块依旧成绩平平啊。这次如果不是政府帮忙，说实话，我们年底啊，都不可能有6.3个亿的利润。年利润6.3个亿，居然有这么高的利润，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卖了呀？
环保机械的蛋糕并不大，而且我们又没有营销经验。你知道今年我们的主要规模是多少？5000个亿。那么5年之内将达到8000个亿，再加上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你说我们该选哪个？我选择务实。5000个亿也好，8000个亿也罢，那些天上的星星，我们可以以后再摘也不迟。说的也对呀。但是年底，如果股票不摘帽，头上的这顶帽子，就不会有人再帮你保第2次了。散会。什么？主泵涨价？是海北欧和其他进口供应商集体涨的价吗？是的。那也只能接受了。我们庐山1号看来短期内无法大批量生产了。董事长，坐吧。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吗？应该是进口泵集体涨价，逼着加速购买庐山1号专利，早日实现批量生产吧。眼下公司最紧迫的就是年底摘帽了。对于长期的技术储备和规划，在大多数干部眼里没有这么迫切。购买庐山1号专利和购买一台激光切割机，在大多数人眼里，后者更加实用。所以，我的提议被否了。那就把魏成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公司，当一个技术中心副主任，然后再操作专利转让，阻力就会小很多。把他引进来，那个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您觉得我这是在引狼入室？有点儿。我们技术中心吧，有70人，平均年龄呢在45岁以上，总设计师已经60多了，就几个人是35岁以下的。如果引头狼来，真能刺激一下大家，顺便解决知识断层问题，其实也挺好。至于我嘛，您教我的，要学会算大账。你们保险公司办事效率够高的，这么快就亲自上门理赔了。对不起，董先生，您代签的那份保单涉嫌骗保，也就是保险欺诈。金燕子确实受伤了，怎么能是骗保呢？但是，他所填的职业是技术人员，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实际上是操作员。请你带我们去见金燕子。他现在身体还没康复呢，要不你们俩先跟我谈。回来了，燕子。哎，回来了。身体没事吧？养好了没？好了，放心吧，没事儿。燕子，回来了。你赶紧干活。我不休息2天呢。不休息了，没什么大事儿。行，回头我请你吃饭啊。好嘞。燕子。师傅。你这路走的跟鸭子似的，谁让你来上班的？哎呀，我这借调完了，还得赶紧滚回来跟您报道啊。董梦石都升官了，他还不调你去坐办公室啊？这光我可不沾，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的，因为呢，我是金燕子。你现在不是发光，你是风光。这可是董事长亲自安排的重点宣传呀。估计下一步，你就是立功受奖，彻底告别这碗。
真的？你看看，你看看，得意忘形了吧？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得意。你和小董啊，都是救人的人，有资格得意。董望石他救谁了？董事长的女儿芳菲啊，他没跟你说吗？做好事不留名吧。你好，那个打扰一下，请问曹总还得多久啊？我都已经等他1个多小时了。哦，不好意思啊，我们曹总还在跟法务对接这个处理意见，可能您还得再等会儿，不好意思。好，谢谢啊。您公司的员工说我们骗保，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们不给我们工人买保险，我们。你知道，如果骗保成立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吗？拒赔、行政处罚，当然，公司可能也待不下去了。如果骗保成立的话，有了这个前科，恐怕你其他所有的公司都待不下去了。不过还好，这上面签字的是经验字，你可以免责的。不行，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害燕子。曹总，求您了，真的是您帮忙行吗？你救了我们芳菲，我理应帮忙，我也能摆平这件事情。谢谢您，这个事情还真的是只有您能帮我。你知道我们老方很欣赏你啊。是，董事长待我不薄。我女儿喜欢你，你知道吗？知道，但是你知道我女儿有多发性樱花症的病，知道吗？看看吧，看完了，我们再接着谈。自己腰不好，还干这么多家务，真是不知道心疼自己。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牧师，刚才给你打电话了，你为什么没有接啊？我给你发的照片你看一下，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吧。燕子，你误会我了。我误会什么了？是误会董事长的千金跑到你家来变成田螺姑娘了，还是误会你英雄救美之后，面对他火辣辣的表白坐怀不乱呢？这个事情呢，在电话里一句半句说不清楚。你等我下班之后，咱们俩见面聊，行吗？现在已经下班了。不，我说的是下午下班。为什么有误会不能马上解释呢？为什么还要等5个小时？你是要花一些时间去编写这些理由吗？孟石，那个你现在在哪儿？你现在在哪儿？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找你，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好不好？我现在不方便。所有的不方便，都是因为不想。总牧师。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我怕什么？燕子，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我真的是不方便。好，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现在可以打电话，对吧？那打电话就可以视频，对不对？你现在让我看见你，我看见你的时候，我才知道你没有骗我。我在领导办公室呢，我怎么跟你视频？啊？你懂点事儿行不行？我是不懂事，你很懂事。燕子，你也救过魏成，也戴了他送给你的眼镜，还用了他送给你的手机。我虽然有点吃醋，但我最后还是相信你了吧？那是因为我们要脸，那是因为我们有底线。你的意思是我不要脸了是吗？我不要脸？是你现在，是这间房子里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在嘲笑我，丢脸的是我，滚蛋的也应该是我。小董，来吃饭，吃饱了再接着想。谢谢曹总，我不饿。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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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下课。师傅，师傅，
师傅。